Hello，金牛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不好 ？OK，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呢，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特别适合白色 ，OK 哈，所以呢，你可以在白色的这种服装饰品配件等等，甚至是水晶的部分，都可以自行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搭配，好不好？因为我很明显就是看到一片白白的，然后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最近会特别喜欢吃白馒头，OK 白馒头夹蛋或者是夹什么肉松等等，就是那种很简单的这种吃法呢，特别会吸引这种金牛座的朋友们可能会有这种回忆涌上心头 ，OK 好，那第二个呢，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最近呢，我感觉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会特别去买这种运动鞋。那你如果本身是有在收集一些球鞋啦，或者是特别讲究一些球鞋要买比较好的啦，我感觉这2到3周你有可能会跟一些新品或者是有机会去买到你喜欢的款式，好吧 ？OK 哈，好，那第三个那如果不是球鞋不好意思插播一个讯息，如果不是球鞋呢，可能有一个你一直以来梦幻逸品的东西，可能会刚好被你买到，好吧 ？OK 哈，所以要把握这个好运哦。OK， 那第三个呢，要给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这2到3周呢，我个人会感觉金牛座的饮食方面可能也会改变一些口味，你可能会变得很重咸或者是比如说你很喜欢吃那种味道很重的，因为我感觉你好像要运用这个比如说这种调味料比较重，然后让你有一种心理的满足感 OK， 那我觉得你的身体最近呢的确是需要这样子的状态，那我觉得自己能够适量斟酌就可以了，好不好 OK 好，那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个能量场，就是你们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些调味料比较重的东西是不适合你身体的条件的，比如说假设有些人可能不能吃海鲜，他可能会过敏，或比如说他有痛风等等之类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偶尔为之没有关系，但是要自己控制，好不好？好，我感觉这个能量场比较有点像是这样，我觉得你可能对自己平常要求太严格了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圣杯7，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权杖女王。OK 哈，那么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金牛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 好，请稍后。OK 行，我觉得呢，金牛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如果你有一些想要进行的东西呢，它必须经历倒塌之后，然后再重修，有点像是再把它修复好，然后呢，真正的行动跟真正的结果会在更后面，就是在这2到3周之后 ，OK 哈，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模糊，我直接解释这些细节给你听哈。首先呢，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的是钱币侍者，抽到了权杖5，抽到了宝剑骑士 ，OK 哈，这3张牌卡呢，在你的过去能量场当中我个人会感觉有一个你可能在过去能量场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呢，你其实不断持续的在投入但是我觉得你的投入的同时呢，你也需要去修复。比如说假设好了你现在可能在创业那你们可以自行套用在你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在经营一段新的恋情，或者是比如说你正在到一个公司然后去做一个学习都可以比如说这个你正在创业的东西呢，它就是你要投入这个资金，就是这个钱币侍者，可是呢你又必须要去维修它。比如说你现在才知道这个原料比较好，或者是这个进货比较便宜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中间过程当中再加上权杖5呢，就是说包含人事的部分呢，也需要经历一个磨合，可是你又必须像一个宝剑骑士这样子突破重围去杀出一片你自己的天地。所以我觉得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比较有点像是打地基，或者是需要磨合，或者是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杂事需要你去做一个处理。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的是塔牌，抽到的是女皇，抽到的是钱币女王 OK， 这3张牌卡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我倒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它必须在前期的时候不断的这样子去做一个我觉得去做一个淬炼或者是去做一个修正。那来到这边呢，这个塔牌呢我个人会感觉你注意看这些东西其实是为了让你能够从钱币侍者走到这个钱币女王 OK 然后我个人会感觉在现阶段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事件会让你去切割一些不需要的人事物比如说假设你在创业，你觉得这个其中一个员工不好，
没有通过试用期，你可能就让他离开了，或者是比如说你后来发现其中一个供应商的原物料很不好，所以呢这个塔牌有点像是说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它能够离开 ，OK？ 那这个离开呢，其实会去创造出你这个钱币女王，然后其他人依靠你，反而这个局势就稳定下来了 ，OK 哈？所以这边我感觉如果你在前期有一些磨合，你自己心里觉得不太对，这个东西应该要离开，这个东西应该要切割的话，我觉得现阶段能量场是一个蛮好的时间点，我觉得你心里也有数，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能量场是很明确，你可以看得到，你感觉到，你自己心里知道。所以呢，这个 Empress 呢，就有点像说，这个真正来到非常非常极稳定的状态呢，它还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圣杯七。那这个圣杯七呢，这边有3个倒下的圣杯，象征的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觉得不适合的，它要离开。剩下的这个圣杯四呢，是指来找你的或你去找的这个合作其实是可以很顺利的。这一张圣杯七其实象征代表去无存精。那这个画家呢，目前还在画这个草稿，所以他们要我告诉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其实你心里要庆幸，这个只是草稿而已，你还没下去着色呢。如果万一下去着色，到时候你要去改草稿啦，改一些什么基本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些基础架设没有用好的话呢，我觉得反而会比较糟糕的。所以他们说你要去经历的挑战，就是换一个想法或思维或一个心态去面对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些。那来到未来的状况呢，你抽到是 Judgment， 还有钱币8，然后还有 Chariot。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的改变或者是更稳定的状况在后面一些些，稍微再等待一下，因为这个 Chariot 是在后面经历过这些东西调整之后，这个我觉得你在后面应该在未来这个能量场应该有一个需要你能够再付出更多的，或者是积极争取的，或者是要去推动的，我觉得更大的一个案子在这里。比如说你在创业你在这边修修改改调整这些配方啦，有的没有的啦，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啦为了就是让这个东西能够稳定的，或者是让它顺利的上市 ，OK 所以在这去无存精之后，来到这个 Chariot， 有点像说这是一个正式上市的日期 ，OK 所以有点像说你把你这个成果啦，把这个状态啦，把这个结果啦端出去给别人看的时候，那端出去给别人看的同时呢，这是经历过你无限的这种淬炼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有很多齿轮，你在这边淬炼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会得到一个蛮不错的名声的 ，OK 你会有点像是决定重生因为这些人是从这个棺材里面爬起来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前面呢好像经历了很多东西狗屁倒灶的但是后面反而迎来一个蛮不错的消息，因为在这边呢你抽到是权杖女王。权杖女王的意思就是说，接下来这些情势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控管的，而且前面是权杖5，后面是权杖女王，加起来是权杖6，所以你所辛苦去做的这些来到后面这个权杖6，象征的意思就是你所做的这些会被别人看见，你可能会被别人赞赏，或者是你会初步来到一个你很满意的地方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那宇宙验证牌卡呢，会来验证我所说的能量场的一些细节，还有症结点。那当然呢，也会来验证我刚刚要告诉你的一些内容，好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的这2张牌卡，分别是宝剑9跟这个权杖侍者 ，OK 这个宝剑9跟权杖侍者呢，其实你可以注意看这宝剑9加宝剑骑士象征的就是宝剑10，所以我才会说你现在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压力的，你不仅投入，你还要修正，你还有人事上面的问题，你还要冲锋陷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其实这个宝剑9加宝剑骑士是很耗能的。那在耗能的同时呢，你这边又抽到一个权杖侍者，那这个权杖侍者加上这个权杖5，象征的就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你这边都会从侍者走到这个女王原因就是因为呢这边其实说对不起，这边其实你也不是很熟啦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你刚开始创业嘛，本来就要学一些经验或者是教训或课题也好，所以你这个侍者呢，在拿这些权杖在跟他们打架的时候为了还不是就是要争取这个权杖6，所以在这边呢比较像是一个磨练精粹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你这个过程可能有点辛苦，但是我觉得它是为了避免有更多损失而存在。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你抽到的是恋人牌卡 ，OK 这张恋人牌卡呢，其实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女生是有点惊恐的，这个男生是带着一种评断的眼神在看着她的，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个呢就是变成是说你要去仔细的去思考，谁才是跟你一起合作的伙伴，谁才是你的供应商，谁才什么原料对这个成果是最好的，这个就是你在审视的过程 ，OK？ 你要找到你真正热爱的，可以跟你真正结合或符合你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元素或者是因素或者是人物在里面，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呢，你的验证牌卡在这边呢是一个钱币7，还有这个钱币侍者，验证你这个圣杯7这个钱币7加钱币侍者不就已经说好了你的未来的钱币8吗？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去无存精的同时你这个钱币拿好，
持续投入你看他是拿着一个鞋子要去找他灰姑娘的，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在现阶段这个塔牌出现对你是好的，你一定要赶快去找到你所谓要找的这个灰姑娘还有这个黑天鹅 ，OK 所以呢，这样子才可以成就你未来这个钱币八。所以呢，你在未来这个能量场抽到这张牌卡是宝剑女王来，你看你宝剑女王跟宝剑国王同时，宝剑女王跟这个权杖女王同时出现象征的意思就是说该改革了，该改革了，该修正的该修正了，该行动的你现在也可以行动了。所以后面这两张牌卡同时出现，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但是呢，这个宝剑女王你可以注意看，它是依靠在这个宝剑上，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让你元气大伤。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元气大伤起码是初阶的事情，元气大伤不会搞到最后你已经要就是正式开始的时候来给你一个元气大伤，好吧 ？OK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补充讯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我们就来看这张牌卡来庆祝是为了纪念我们在此时此刻不放弃自己，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这张牌卡其实就是围绕我们今天所有牌卡的内容，就是在告诉金牛座的朋友们你呢要庆祝不用紧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边有值得你庆祝的，因为你得到经验；这边有值得你庆祝的，因为呢不好的东西拍米亚已经走了那这边有值得你庆祝，就是过去你所辛苦的这些来到这边都值得你庆祝。所以他们说呢，不要放弃，让自己成为更美好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感觉到挫折，如果你有觉得说这个好像很不公平或者是这些人很不给力我个人会感觉先少抱怨，先去看一下，你去仔细品尝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去理解到为什么老天爷会给你这样子的安排，好吗 ？OK 好，那以上呢这些就是要给金牛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我个人会感觉心态调整对金牛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很重要。我觉得你只要做好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其他的事情对你来讲，我个人会感觉你在冲破这些关卡能量场其实没有很卡，我觉得你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好吧 ？OK 好了，那以上祝福金牛座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